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科技上，小鹏推出的这一款 Iron 女机器人走猫步的黑科技震惊全球。我们要来看到小鹏推出的，等一下会有影片，全新一代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Iron 呢，它是以高度拟人的一个猫步行走在世人面前亮相。那么它的拟真度非常的高，这一位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穿着银白的外壳，步伐轻盈到不真实，大家还以为说会不会是真人在里面，外媒都惊呼里面是不是藏了人？根据了解，他在这个公布的时候，他在走这个猫步的时候，还造成了这家公司的股价下跌，大家觉得说它是假的，不过在剖开之后才发现是真的耶。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就是为了要直接打破外界对它的质疑哦，所以小鹏是直接上传了一段影片，解读这个背后的黑科技，解开这个黑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腿部的这一些结构之后，露出了它里面的结构跟肌肉、骨架等等的关节，发现真的它不是真人在里面，它是真实的机器人做成的一个物件那么小鹏后来股价也涨回来了，我们赶快看到它内部有哪一些重要的黑科技，包括了有仿人的这个脊椎、仿生的肌肉，难怪看起来这么真实，还有头部的3D 曲面，然后关节都非常的灵活。根据了解，他们使用的是自主研发的 AI 晶片，里面有31个 AI 的参数，可以实现不管是语音上面的互动，或者是新智能的系统环境感知，总之就是跟 AI 有许多相关联。干哥怎么看？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好，小鹏这个机器人推出了我这个影片我看了10遍，我一直要找出里面有没有什么蹊跷跟端倪。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能够进步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它将来对于在军事科技以及各方面，它都一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叫做猫步，什么叫猫步？就是很轻盈的画面，就是它走过去的时候，好像有非常的缓步，但是又好像很轻盈那种感觉。它完全颠覆我们对一般正常的就是机器人，它应该是像比如说，它可能它的动作都是一格一格的很僵硬，对不对？你现在看的好像它 smooth 多了，因为它为什么？他说很简单，我有82个关节的自由度，然后呢，配备关节节能的实现手部22个自由度的精细操作。其实说句实在话，这都建立在什么上面 ？AI。如果你今天没有大数据来去支撑它的话，根本做不出来。那所以何小鹏就干脆我把衣服剪开给你看，从里面一看，哇，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不是真人躲在里面，因为我们始终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是说句实在话，它还需要更多的验证。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能做什么？很多网友上来调侃他说：“拜托，那个何董事长，你有看到我们网络上面，我们都是这种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狗，机器兵都可以打仗了，跑得比他快得多。那我今天就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请问何小鹏，那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还是你这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今天能够用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机器人的研发成本是多少？1亿人民币。做出来之后他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他说，他要先从机场或是捷运的售票服务开始做起，还有居家服务开始做起。为什么？他是为长久、更远的路来铺。他希望能够做到导览以及服务以及相关咨询这些，他能够做到不是单纯的机器那样子的回答，而是像真人一样能够跟你侃侃而谈，这样子。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他看到的是商机，因为他的小鹏汽车1年在全世界的那个产值大概是10兆台币，10兆人民币，但是呢，他认为他的机器人将来可以创造20兆人民币的产值，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未来。至于机器人能不能够到未来，像将来它真的能够在真的很多应用领域上面被成功的复制，他认为那个是未来5到10年以后的事。小鹏汽车它一定做得到。
我认为它有点在商业上面是有点这个怎么讲，就是在赞美自己。可是我相信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远见的话，有一天很可能会达到他的目标，也实现机器人真的生活化与应用化了。好，确实哦，小鹏在商业上面非常的有企图心，所以他也正式宣布他要量产。那么刚刚干哥也帮我们提到了嘛，量产之后要取代的3大职业，除了这个企业的导览员之外，还有汽车的销售助理跟这个博物馆人员的导览等等。那么马斯克就这样称赞，他说特斯拉跟中国公司将会主导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其他的公司实力都没有办法比的。那何小鹏也快速的回应说，我们相信 Tesla 会做得更好，期待有更大的成功。这个中美之间在机器人的这一场之争中国有可能领先美国吗？畅子哥怎么看？这一次其实何小鹏跟那个马斯克他们互相赞美，这还是比较罕见的哦。距离上一次这个马斯克这么样的暗赞引起讨论的话，就是当时机器狗的那个时候。所以，而且这一次他不是在公布的时候，是针对他刚刚讲剪开他的画面，看到他的这个脊椎关节跟肌肉的构造之后，马斯克暗赞了。那马斯克还特别有留言，他提到说他非常尊重中国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而且他说他认为特斯拉跟中国将会一起主导这个机器人市场，所以算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哦。我想这里头也包括了这个不同的审美，走柔性路线，跟在全世界机器人发展都刚性啊、打拳啊、跑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哦，其实何小鹏跟特斯拉是什么？他们都做电动车的耶。为什么电动车同样都在发展做机器人？所以很清楚我们看得到，它其实要做个大的生态圈。所以这里头，而且技术当中可以互相的部分的转用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做法里头，其实是不只是单独针对机器人，是整个以电动车发展出来，包括干哥刚刚讲的全体的生态服务，乃至未来你可能车上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机器人辅助你的老人走出去哦。可是然后你机器人没有跟你的话，在你的车上那个机器人还继续大数据 AI 还继续跟你对话，所以这样子的生态看起来，其实马斯克之所以他做机器人跟何小鹏一样，而且何小鹏也在回应马斯克的称赞的时候，就说他一切都是师法特斯拉。都是司法马斯克，所以等于是把他现在的一切好像都是跟特斯拉学的。当然你说何小鹏就是跟随者嘛，也不尽然，因为毕竟何小鹏汽车现在已经做飞行汽车了，这点是赢过特斯拉的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的发展中，最近这几天中国大陆进行全运会，这里可以看到国家重要的部分也安排机器人跑圣火接棒，所以这个地方不只是何小鹏，全中国现在在所有机器人应用的场景。从国家最重要的这样子的场合，乃至于民间各式各样，我讲一个还是蛮尴尬的，就是说最早用仿真机器人其实是情趣商品，情趣商品的娃娃直接就导入类似像机器人，而且现在机器人当中也把情趣商品的这种所谓细胶的仿真的皮肤跟造型套用在机器人。所以现在机器人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些技术关节，它是各种领域跟应用情境在互相交错。这就是中国现在机器人发展，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全开。跟现在在美国只有我们也能看到，以包括马斯克的特斯拉，跟少数这么几家自己努力的来搏斗在机器人发展当中是完全不同的。那么2025年，我们现在到年底了，这一年我们都看到机器人相关的信息，可到今年年底。你不得不说，中国好像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到一个地步了，难怪马斯克要按赞了。是好，中国大陆在发展多款不同的机器人。那同时间，我们看到小鹏也定出了2026年的量产，那么他也邀请全球的开发者一起来加入他们的应用生态圈，让机器人可以完全的走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过，它首款设计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女机器人，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考量？大使又怎么看？让我们讲机器人的话，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做一些事情啊。可是它这个产品叫人形机器人，它跟一般机器人不一样，还有机器狗，可是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它是要模仿人的动作跟功能的，所以它的这个难度是更高的。当然你过去看它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基本上它是仿人的动作。可是性别上都以刚硬的男性为主，对。那他这次设计就是以女性，因为人就有两性，有男性跟女性，所以他是朝女性的这个角度去设计一个机器人，所以走路看起来姿态真的很像一个真的女性。另外一方面，他在他的市场区隔，我这个人形机器人出来的，我要卖给谁？
要做什么功能，他也讲了。你刚刚也提到了，他说，比如说博物馆、展示中心的导览人员，你会发觉这些工作在实际的人类的社会里面，好像大多都是女性在从事嘛。那这个它可以有一个市场存在。另外，他也提到，比如说交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导巡员呐，还有这一些在现实人的社会里面，以女性担任的这些汽工作，车销售助理，汽车销售者以女性比较适合，因为女性是比较柔美的这种这种特性，所以它事实上是考虑到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这一型的，它的市场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完全做一个学校里面的实验室，他已经考量到市场。那他觉得你将来如果说导览员都是搞这个语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太刚硬了。对。那我今天我这个小鹏，我就设计一个完全女性的。不过他又往前跨一步，我觉得不仅是他性别上有了一个区隔它里面用到了人工的骨骼、人工的肌肉。还有人工的仿真的皮肤，所以就光真正机器人化跟真正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它会跟真实的人会越来越接近，而且它这里面我看它还有一个脊髓骨，所以它将来人的这个动作它有一个脊髓，它将来脊髓骨在更健全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可能有一天。真的，我们坐在跟一个人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后来搞到最后才说你是人形机器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对不对？